我从未去过西藏，也未曾驶过 G318，然而那片高原与那条天路却时时萦绕在我的梦境里。但是，当此生必驾318的大众口号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时尚与文化现象时，我认为该是深化它的时候。因为仅是 G318难以满足我心中的梦想。为此，我们 Sky 策划了一场宏大的极限挑战，即一次性穿越 G318、G317、G219 3条线路，深入川西、西藏、新疆3大国民 AP。我这次选择的同行座驾是全新一代宝马 X3， 这是国产加长轴距的最新产品。大家都知道，宝马车型在公路上开起来很有驾驶乐趣。而我更好奇的是，全新 X3 是否仍然具备 BMW X 系列一直在宣扬的探索精神？面对糟糕路况、极端天气时的实际表现怎么样？长距离穿越，车辆能扛得住吗？带着诸多疑问，让我们一同出发。晨光熹微，我们从成都充满烟火气的观音阁百年老茶馆启程，一路西行，驶上 G318国道。这条川藏南线横跨中国3级阶梯，汇聚了中国最壮丽的山河和最丰富的人文。出发之前，我们就满怀期待。第一天路线是康定、新都桥、提弄秘境雪山口，目的呢是为了攀上4594米海拔的提弄秘境贡嘎雪山观赏点，一睹贡嘎雪山的真容。出发后不久，宝马 X3 就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。原以为车辆配备的21英寸轮圈跑起来可能会有些颠簸，但通过特别优化的座椅以及减震器设定，整体的乘坐舒适性呢却大有提升。当我们开始进入提弄村时呢，遇到一段长达10公里、海拔逐渐上升的非铺装道路，肉眼可见的坑洞、交叉轴和尖锐的石块，似乎要给宝马 X3 一个下马威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驾驶员选择好路线，控制好车速是比较重要的，但更重要的是车辆有足够的能力通过。xDrive 30L 的高功率 B48 加 8AT 变速箱的黄金组合，为车辆提供了相当线性且绵长的动力输出，而且214毫米的离地间隙为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的发挥提供了基础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全新 X3 它提供的 xView 3D 车辆地形视图功能，它可以实时显示车辆的海拔高度、俯仰角度、侧倾角度、转向角度以及前后轴之间动力的分配实时的这种比例。你可以准确调整车辆的路线和动态，这个功能在整个穿越过程中呢，帮了我很大的忙。当我们安全驶过烂路，看到贡嘎雪山的真容时，心里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它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，通体洁白，远远望去呢，犹如一柄直指苍穹的利剑。如果说提弄秘境的贡嘎雪山只是我与全新 X3 的热身甜点和小试牛刀，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久负盛名的怒江72馆，则是 G318公路上最令人敬畏的传奇。它不仅是地理的奇观，更是对意志、技术与机械的终极试炼。而驾驶全新 X3 征服这段未知的天险，并非仅仅是一次旅途，而是一场关乎勇气、专注与信念的人生体验。怒江72拐海拔会从3100米骤升至4650米，再盘旋降至4100米。12公里内会有陡峭的岩壁，也有深渊峡谷，那种压迫感令人窒息，但就是没有很多的缓冲余地。所以每次转向都会对车和人是一次重大的挑战。面对这样的极端环境，我的大脑在快速规划着路线，而这时候全新 X3 能够给我足够的信心，因为这台车有着宝马一贯精准的操控和扎实的底盘，同时第9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呢，也可以智能分配扭矩和制动力，可以完全相信它。而到怒江大桥的连续下坡路时呢，则是对宝马 X3 刹车系统的一项重大考验。那我们这台 xDrive 30L 尊享型 M 运动套装呢，它是标配了多活塞的 M 运动卡钳，所以在整个下坡路段当中，也为我们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动性能，最终帮我们顺利通过了此路段。当然，走318一定会经历一点小小的意外。
就在我们快要抵达然乌镇的时候呢，因为雨天视线不佳，且夜色已经很深，车辆在压过一处水坑后呢，左前轮瞬间发生了爆胎。但好在距离然乌镇只有9公里左右，我们找了一个相对规模比较大的轮胎店，帮我们更换了一条规格一致的轮胎，也算是有惊无险。当我们进入到甘孜以后呢，就开始进入到 G317。那我们从 G317的主干道驱车驶向了4660米海拔的错通翠湖。这正是向错通翠湖的山顶进发了。大家通过这个导航可以看到，道路非常的蜿蜒，而且它是持续的海拔上升。现在的海拔，我们打开这个 X3 特有的 Xview 3D 车辆地形视图，可以看到此刻海拔是3856米。20公里的非铺装路面不算难，但海拔是一直攀升向上的。在宝马 X3 默认的个性化主题模式下呢，躲避一些坑洼，包括你稍微松油门时呢，引擎的再次响应呢就会稍显吃力。这个也是在高海拔路况时燃油引擎会遇到的一些问题。但这时候我只需要选择挂入到 S 档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涡轮迟滞的现象瞬间也消失在铿锵有力的声浪中。随后，错通翠湖呢在眼前豁然呈现，3个湖泊相连却各具颜色。像是天神打翻的调色盘，遗落在这人间罕迹之处。三色湖里面的3个颜色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其实当你走近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看起来远远没有在最佳观景台看起来那么的碧绿。我站在湖边，呼吸着这种清冷的空气，在俯身用湖水泼向脸庞，不禁感慨这山路虽然艰难，终究是有路可循。离开美丽的三色湖，我们沿着 G317国道向东行驶，来到了德格县城。这是 G317的必经之路，也是藏文化3大印经院之首的德格印经院就在这里。300年来，木刻金版与朱砂印泥的每一次触碰，都是藏文明基因的复刻和传承。短暂停歇之后，我们继续奔向南迦巴瓦峰。这是我们结束 G317 线路之后，又重回到 G318 的重要一站。当 X3 的车轮碾过最后一道急弯，看向南迦巴瓦峰，等了许久，并未目睹其真容。马上8点钟了啊！今天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日照金山，即使看不到，我们也可以一睹南迦巴瓦整个的这个真容。就当我们打算走的时候呢，云层却突然裂开了一道缝，南迦巴瓦终于现身，在场所有的游客都表现得欣喜若狂。在林芝和朋友进行了大会师，此时呢，车内整个乘客已经完全增加至了满载，也就4个人，行李舱完全满载，塞得满满当当的。这还不算，你看我们后排，对，后排也是满的。新加入的朋友问：这么大的负载，这么高的海拔，这车能吃得消吗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心里想：经历过这么多之后，我完全相信这台车，你人别高反了就行。从林芝到拉萨，当我们越过一处4700多米海拔的垭口时呢，朋友真的出现了高反。那为了以安全为重，我们及时调整了路线，驶离 G318，转向了 G4218高速，加快了整个前进的节奏。最终，当我们看到布达拉宫的金顶在夕阳下闪耀时，车内由衷的爆发出欢呼。直至夕阳为布达拉宫镀上最后一层金辉，我渐渐意识到，朝圣之路从未真正结束，它会在记忆里继续延伸。
这就是西藏。西藏的拉萨给予每位旅者的礼物，不是答案，而是更加深邃的问题；不是终点，而是更加漫长的开始。